印度布朗弹道为何成为世界反导难题？比钱学森弹道还恐怖。目前令世界各国害怕的导弹有中国的钱学森弹道导弹，还有印度的布朗弹道导弹。很多人疑惑，印度导弹什么时候让世界各国害怕了？先来说让世界害怕的用钱学森弹道原理研发的导弹。什么是钱学森弹道呢？上世纪40年代末，钱学森提出了助推滑翔弹道设想，让导弹的弹头在临近空间进行滑翔，接着进入大气层继续滑翔，锁定敌方目标后进行精确打击。导弹整个飞行过程就像是做不规则抛物线运动，减少了敌方拦截的可能性，让导弹能够顺利击中目标。简单说，钱学森弹道是把弹道导弹和飞航导弹的轨迹融合在一起，使弹道导弹具备突防的能力，还增加了导弹的灵活性。中国的东风导弹系列便是采用了钱学森弹道原理，摸不透的前进路线，让美国等国家头疼，完全不知道中国的东风快递会从哪里出现，这是钱学森弹道的厉害之处。那印度的布朗弹道也有这么厉害呢？布朗弹道是网友们为印度导弹取得名字，并不是印度采用布朗弹道制造导弹。那什么是布朗弹道呢？布朗弹道实际指的是布朗运动，这是英国植物学家布朗在1827年观察悬浮花粉时发现的。布朗运动的一大特点是无规则，人们无法准确判断悬浮微粒在撞击下的运动轨迹，这和导弹是扯不上关系的。那为什么印度的导弹会被称布朗弹道导弹呢？网络上有一句玩笑话：中国试射导弹，只要通知部分国家要防御；印度试射导弹，要通知全球的国家防御。印度的导弹发射出去后，就在做布朗运动，没有人知道被发射的印度导弹终究会落在哪里，就连印度自己也不知道，这确实令人感到害怕。2006年，印度试射烈火3型导弹，在导弹升空后就发生了意外，导弹偏离了预定轨道，到达孟加拉湾时就突然坠落了。2008年2月底，印度试射了自主研发的 K-15潜射弹道导弹，这枚导弹可以装备500公斤的核弹头或常规弹头，射程在700公里左右。原定计划的爆炸区域是在安达曼群岛附近海域，但是 K-15在中途失踪了。唯一庆幸的是，试射的 K-15没有装备真正的弹头。2010年9月底，印度试射大地2导弹，前期的发射工作都按程序做完了，大地2也成功被发射出去。然而，就在导弹飞出去大概几十秒后，突然调转了方向，冲着印度昌迪普尔试验场附近的海边来。当时海滩上挤满了等待数据的工作人员，大家见到大地2朝他们飞过来，吓得魂都没了，撒腿就跑。好在大地2没有上岸，坠毁在了海边。印度还有一款国产的无畏亚音速巡航导弹，这款导弹的发动机由俄罗斯提供，整体导弹造型参考了美国战斧，可以携带核弹头，射程在750至1000公里之内。说是国产，其实也算是进口货了。想来印度也是知道自身能力不太够，寻求了别国的帮助。那这次印度的导弹还会再做布朗运动吗？2013年，无畏导弹进行首次试射工作，在飞行20分钟后，无畏导弹发生故障，自行启动了自毁程序。印度此次导弹试射失败。1年后，印度再次试射无畏导弹，这次无畏导弹飞行了60分钟，成功命中了目标。印度欢呼雀跃，认为掌握了巡航导弹技术。但有专家指出，此次无畏导弹虽然成功命中目标，但是它全程在高空飞行，是完全暴露在雷达中的。若是放在战场上，这枚无畏导弹极大可能会被拦截。印度不死心，2015年再次试射无畏导弹，这次导弹在飞行700秒后没有成功转向，而是向下俯冲，启动了自毁功能。2020年，印度又一次试射大地2导弹，但在导弹成功发射后不久，就变身成一颗巨大的火球，朝发射场周围的村庄袭来。只听一声巨响，这个村庄里多了一个深2.4米的巨坑。正因为印度导弹的不确定性太大，才被网友冠以布朗弹道导弹的称号。不过，我们也不能小瞧印度导弹，为什么呢？三哥虽然经常贡献笑料，但不得不说，三哥很执着，失败了就再来，并没有因为失败就彻底放弃。虽然笑话看看就好，但还是要把三哥放在心上。如果三哥突然成功了呢？国际形势复杂多变，印度对华政策并不算特别的友好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印度也将我们视为竞争对手。印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制烈火系列弹道导弹，如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。烈火1的射程是700千米，新款的烈火5射程达到了5000千米。印度对烈火5十分自信，认为这款导弹会让印度建立起可怕的威慑力量。2024年3月，搭载了分导式多弹头的烈火5试射成功。印度媒体表示，烈火5的打击范围能覆盖到中国最北端，以及整个亚洲和部分欧洲地区。中国导弹技术专家杨成军也表示，若烈火5真的实现了5000千米的射程，那么它的火力范围是可以覆盖到中国纵深区域的。即便烈火5的命中精度不高，
但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，需要我们密切关注。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称，印度正研发的烈火6射程达到了1万千米，且采用了多弹头设计，具备了全球打击能力。